平心而论，叶璎珞真的是个1等1的大美女，身材和颜值都挑不出任何一点瑕疵，尤其是那张明艳的面庞，即便是不施粉黛，也远胜过各种浓妆淡抹。苏无忌被这么压倒在榻榻米上，双手已经不自觉地环绕上了叶璎珞的腰。无忌，这是我的选择。叶璎珞盯着近在咫尺的那双眼，红唇里散发着撩人的酒气。就像你对深田雄武所说的那样，雪乃不是工具，我也不是，我也想为了自己活一次。苏无忌的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整个口腔都明显有些发干。英乱情。叶璎珞凝视着近在咫尺的青年，神情中有一些倔强，眼眸中的水光终于滴了出来。无忌，他们不让我抢，我偏要抢。说着，他便直接吻了下去。苏无忌确实觉得叶璎珞这种心态其实不对，但却并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相劝。两人喝了10瓶清酒，让苏无忌觉得自己的脑袋都不转圈了。对方这么轻轻一撩，他的身体深处就明显有些冒火，而体内的那些酒精已然成了最好的助燃剂。最关键的是，叶璎珞根本不留给苏无忌任何的反应时间，尤其是当那泪滴和红唇一起落下的时候，苏无忌的大脑瞬间变得一片空白。5分钟过去了，叶璎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颊已经变得滚烫，而苏无忌的手已经不自觉地贴住了他的心脏位置，狠狠感受着他的心跳。那条著名瑜伽裤品牌的紧身运动裤，也不知何时被苏无忌的另外一只手退到了大腿中段。如果不是有着最后那件衣物阻隔的话，苏无忌的手或许已经像是当初攻略海伦娜一样，把叶璎珞的战略纵深给摸了个透彻。不得不说的是，真正上手了之后，才会发现这个明艳的人儿其实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更妙。叶璎珞明显是真的动了情，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坐直了身体，直接把那已经被掀开了的 T 恤扯了下来。随着她的这个动作，浓郁的成熟御姐的味道爆炸般的呈现了出来，射灯的暖光映在了那雪白的肌肤上。苏无忌的呼吸陡然急促了许多。虽然叶璎珞的上半身还剩一件衣服，但她的手已经早在那一件衣服里面了。你真的想好了吗？苏无忌呼着气问道。其实这句话问了也白问，因为就算对方准备好了，他自己的身体也没准备好。叶璎珞低头看了看他的手，说道：无忌，从我第一次在华夏首都穿着睡裙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等了这么久，我还是迈出了这一步，只能说明现在我的心已经更加坚定了。既然自己的结局肯定是要为深田家族选择一个男人联姻，那么为什么不能是苏无忌？然而这时候他的手机响起来了，一看来电竟是深田雄武。叶璎珞的身体轻轻一震，眼眸里的光很明显地颤了一下。苏无忌的手分明感觉到他掌心所贴住的那一片肌肤温度似乎立刻褪去了几分。显然即便叶璎珞已经下定决心报复一下养父，可是对方平日里的激微还是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接吧，看看他说什么。苏无忌说道。好。叶璎珞点点头，随之接通。璎珞，你睡了吗？深田雄武很和气地问道。叶璎珞看着正在被自己坐着的苏无忌，爸爸，我还没睡呢。马上就要睡了。
苏无忌分明看出来叶璎珞眼睛里的担忧，以及一丝丝的害怕。毕竟，虽然鼓足勇气迈出了这一步，想要为了自己而疯狂一次，但此举无疑是彻底违背了父亲的命令。叶璎珞哪怕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想到父亲的手段，此刻依旧非常担心被识破。一念及此，苏无忌右手揉面的动作更重了一些，以至于让叶璎珞的胸口感受到了更为清晰的压力，也让他的心脏随之跳得更快了。一股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刺激感开始在叶璎珞的心底蔓延。深田雄武说道：没睡就好，那你现在接上无忌，去一趟松下会馆。叶璎珞迟疑了一下，问道：可是无忌要是睡了？不会的，年轻人睡得晚。深田雄武说道：有人在松下会馆等你们，他想见一见无忌。爸爸，请问是谁在等无忌？你去了就知道了。深田雄武说道。叶璎珞轻轻咬了一下嘴唇。是。自己的行为没被发现，让叶璎珞有些庆幸，但她同样很是遗憾。自己的身体和心理都已经来了极为强烈的感觉，明明再多等一会儿，就能看到无忌枪出如龙了。苏无忌把手抽了出来，倒是还挺恋恋不舍的。这种风雨满，光从视觉上永远不如触觉上的感受更为清晰。他看了看自己的手，上面还残留着胸口的余温，笑着说道：行了，有了今天晚上这经历，东阳这一趟也算没白来。叶璎珞的俏脸已经布满了酡红之色。他转过身，开始把那紧身运动裤重新提上来，松紧带锁过之处已然崩出微微的白色浪花。重新穿戴整齐，叶璎珞说道：能让我父亲深夜打这个电话来的人一定不简单，这样的人东阳其实一共也没几个。苏无忌微微点头：我大概能猜到。叶璎珞脸上的红晕仍旧完全褪去，她开着车轻轻说道：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苏无忌笑道：其实不管咱们俩有没有做到那最后一步，其实你已经算是突破自我了，不必执着于捅破那层膜布，那层窗户纸。叶璎珞很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无忌，你真的是个正人君子。这些年来，他遇到无数想要占有他身体的人，叶璎珞也知道自己的女人味到底有多足，可是唯有这个青年在面对他的身体时表现出了超强的自控力。苏无忌：都是我爸逼的。此处距离松下会馆并不远。在叶璎珞的车子停下来之后，便有穿着和服的女人恭恭敬敬地上来开门。苏先生，里面请。他说道。苏无忌一挑眉毛：我一个人嘛，璎珞不和我一起进去。这和服女人说道：深田小姐在旁边的会客厅等候就好，时间不会太长的。叶璎珞刚要答应，便听到苏无忌说道：你们如何保证璎珞的安全？这一刻，他的心中顿时涌出了强烈的感动。对方第一反应便是关心自己，这种暖心的感觉是叶璎珞从未在父亲的身上体会过的。不会的，因为深田将军也在旁边会客厅里。和服女人说道。苏无忌轻轻拍了拍叶璎珞的肩膀，给了对方一个鼓励的眼神。叶璎珞调整了一下心情，才迈步去见父亲。苏无忌走进了松下会馆的主会客厅，一个穿着黑西装的年轻男人正跪坐在着服台前，见到苏无忌前来，立刻站了起来。
他看起来也不过是20大几岁左右，个头不高，颇为瘦削，梳着在东洋很常见的中分头，五官称得上非常英俊，整体的气质很沉稳，只是面色有些不太正常的病态苍白。你好，苏先生，他说道。深夜把您请到这里来，实在是我的失礼，但请您理解，我确实不太方便在外抛头露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苏无忌笑了笑。瑞仁亲王，东阳现任天皇的儿子，瑞仁亲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以后便会继承天皇之位。这男人微微有些意外，随后说道：不愧是算无一策的暗影天王，我这些年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治病，在公共场合露面次数极少，却还是一眼被你认出来了。苏无忌客气地问道。瑞仁亲王的身体如何了？瑞仁说道。我14岁那年得了白血病，在欧洲进行了骨髓移植，康复还算顺利，但2年前肾脏里长了点东西，割掉了一个肾，所以现在看起来有点虚弱。苏无忌点了点头。确实半个世界都知道瑞仁亲王的身体不太好。你我年龄相仿，别喊亲王了，要不我喊你无忌，你喊我瑞仁如何？瑞仁亲王说道。苏无忌可不适应一上来就这么亲热，他摇头笑了笑。那亲王殿下还是先说一说，今天晚上找我为了什么？因为你明天就要走了，我确实很想见一见你这位传奇人物。瑞仁看着苏无忌的眼睛，很认真地说道：你来到东阳，短短几天时间大破领风族，生擒武田健太郎，还帮助深田雄武上将掌控了特殊作战群，随便挑出一件来，都是别人花去10年时间也做不到的事情。都是不起眼的小事而已。苏无忌说道。就算没有我深田上将，自己也能办到。深田将军很厉害，但依然有他办不到的事情。领风族这么多年已是越发嚣张，往内阁和军部疯狂渗透，在东洋本土盘根错节，必须有一股外界的力量来打破。瑞仁亲王说道。这个国家已经彻底失去了活力，而无忌你的出现，相当于给整个东洋注入了新鲜血液，于公于私，我都要敬你一杯。说着，他把一杯茶端到了苏无忌的面前。苏无忌接过了那杯茶。都说瑞仁亲王为人仁爱善良，今天一见确实如此。瑞仁很认真地说道。东洋必须选择新的道路，而被领风族等势力所把持的内阁会带着东洋朝着末日蒙眼狂奔。皇室虽然是别人眼中的吉祥物，但我绝对不能坐视这一切的发生。苏无忌。所以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瑞仁说道。无忌呀，你来东洋短短几天，便已经执掌这个岛国的风云，是我过往20多年都做不到的。苏无忌说道。执掌风云可谈不上，都是误打误撞的巧合罢了。不，绝对不是巧合。瑞仁说道。我在欧洲治病的时候，曾经研究过游侠组织的打法和案例。我坚信，如果没有你，游侠组织不会那么快地成为黑暗世界的天神势力。在我看来，那位一直站在幕后的影子，才是游侠神殿的真正主人。影子才是游侠神殿的真正主人。听了这句石破天惊的话，苏无忌摇头笑了笑。瑞仁亲王别开玩笑了，你这话要是传到游侠神殿去，别说那个糟老头子了，其他4个天王也不会同意他。起码汉密尔顿和崔西这2个傲娇的家伙互相不服气已经很久了，
虽然埃洛文对自己态度多少有些暧昧，但性子极为要强，要说他不如影子，他自己大概率也不会承认。要是未来哪天跟埃洛文在床上做游戏，估计俩人得为了谁在上面打起来，还剩下一个天王，那货更是不可控。算来算去，5大天王里最让那个糟老头子省心的居然是苏无忌。瑞人轻轻摇头，微笑道：我相信我的看法，我也希望我们能成为最真挚的盟友。停顿了一下，他补充道：或者朋友。苏无忌婉拒了一下：要是瑞人亲王是个美女，我说不定还真的能答应你这个要求。可是两个大男人非要大半夜的谈朋友，就有点怪怪的。说不上为什么，他潜意识里就是不想和东洋人交朋友，美女除外。瑞人也笑了起来：那早知道就让我妹妹来了，她可是号称东洋皇室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公主。苏无忌：美人计就算了，瑞人，你要是跟深田雄武那老家伙用一样的方法，可就落了下乘了。瑞人说道：但我不得不承认，深田将军的办法很有成效。苏无忌摇了摇头：那不是因为美人计起了效果，而是因为深田家的姐妹俩本来就很对我脾气。瑞人说道：东亚4国的年轻一代们，除了华夏之外，都在寻找着破局之路，摆脱米国的阴影。尤其是最近和米国的关税谈判，东洋不能一直处于被动之中。苏无忌点点头，竖了个大拇指：我支持你们把关税提高到800%，跟他们硬刚到底。这句明显不怀好意的话让瑞人有点没法接，他笑了起来：无忌确实很幽默。不过我想另外2个国家应该也对无忌军用了美人计吧。南韩和北韩。苏无忌很认真地说道：那倒是没有，我几乎不认得南北2国的美女，除了朴姐姐。他又补充了一句：更何况南韩那边整容这么厉害，谁知道他们本来是不是丑八怪。瑞人笑道：那无忌不妨仔细回想一下，在你进入领风组秘密基地的时候，身边还有个……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你说的是金奥烈？显然瑞人能说出这句话，就意味着他并非藏在深宫不露面的聋子瞎子。东洋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或许都映在他的眼睛里。瑞人点了点头：但我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哪国人。苏无忌笑了笑，倒也没想着替对方隐瞒。金奥丽告诉我他来自月影神殿，这身份也可能是真的。瑞人抿了一口茶水：但无忌，你应该知道，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不止一个身份。苏无忌说道：所以你的推断呢？无忌君明明已经有答案了，何必再多问我呢？瑞人笑着说道：我只能说她确实很漂亮，是那种很天然的漂亮。天然的漂亮，就是来自于遗传了。谢谢。苏无忌笑着问道：瑞人亲王透露了这么一个关键性信息给我，不知道想和我交换什么？哪有交换，我只是想和无忌交朋友罢了。哪怕抛开国家利益不谈，我也很喜欢你的性格和做事方式。瑞人停顿了一下，说道：更何况，明天领风组旗下的3大上市公司会遭到史无前例的做空，我能搭上顺风车跟着小赚一笔，已经很满足了。苏无忌的眉头一挑：这坑。瑞人看了苏无忌一眼，发现对方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于是很认真地说道：真的很羡慕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红颜知己。苏无忌的眼睛眯了一下：瑞人亲王，今天和你的聊天很愉快，祝你接下来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这是要结束对话了。瑞人点点头道：谢谢，这是最美好的祝愿。说完，他站起身体，微微鞠了一躬。
等苏无忌走出去在之后，瑞人终于忍不住了，立刻抽出了纸巾，捂着嘴连续咳嗽了好几声。当瑞人在拿开纸巾的时候，上面已经有了很多鲜血，而他的面色已经又苍白了好几分。一个穿着和服的淡颜系少女从旁边的房间快步走出来，跪坐在了瑞人的身边。她满脸担忧地说道：哥哥，你早点回去休息，何必为了见苏无忌而熬夜？医生都说了，你不可以再……瑞人喝了一口茶水，才自嘲地笑了笑，说道：不熬夜就能治好肺癌了吗？国之危局，如果再不想方设法的变革，不出10年，东阳就要彻底变为一潭死水了。少女的眼睛里已经有了泪花，她说道：可是东阳再重要，也不如哥哥你的身体重要。瑞人笑道：傻妹妹，我还不是想要给你打下一个稳固的基础，我会想方设法的多活一段时间，活着看到东阳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天皇登基呢。说完，他又剧烈地咳嗽起来。苏无忌并不知道的是，在和他交谈的时候，瑞人无时无刻不处于强忍咳嗽的状态里，这一份对于身体的自控力简直强得可怕。我不当天皇。少女说道：哥哥，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瑞人缓了一会儿才说道：刚刚那个华夏青年，你怎么看？少女想了想，很认真地说道：其实相比较苏无忌对东阳政局的影响，我更关心他击溃了东阳的人口拐卖集团，可恶的武田健太郎也被他活捉。单从这件事上来说，除了武田羽衣之外，东阳所有女性都该对他说一声谢谢。看着妹妹的神情，瑞人似乎稍稍放下心来，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那就好。第二天上午，苏无忌和小上忍坐上了去往机场的军部专车，叶璎珞和深田雪乃都在车上，而深田雄武则是并未出现，似乎把空间留给女儿。就在专车径直开进机场内部的时候，正看着手机的叶璎珞忽然说道：三和电力、东固能源、领风精密设备3家属于领风组的上市公司，开盘在短暂拉升之后全部大幅度暴跌。苏无忌听了微笑着说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领风组这么一个黑帮出身的势力，居然还能有3家上市公司，也算是挺厉害的了。叶璎珞看向了苏无忌：这些年来，领风组一直想要走洗白路线，因此非常重视这3家企业。这次股价暴跌，让领风组损失惨重，这真不是你干的吗？苏无忌乐呵呵地说道：我哪有能耐去调动这么多钱啊？叶璎珞看了他一眼，说道：这种突然的大规模做空，前期需要很多布局，不管是分批建仓，还是锁定券源，亦或是躲过市场监管，都需要时间来操作。最重要的是，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苏无忌若有所思。叶璎珞再度展现出来她的幕僚天赋。其实，相对于武田健太郎被活捉来说，今天的股价暴跌，才是真正让现阶段的武田羽衣头疼的事情。小上忍则是两眼冒出小星星。无忌，你真厉害。苏无忌想了想，开门下车，说道：我去一趟卫生间。叶璎珞说道：我带你去。他带着苏无忌去了贵宾厅的独立卫生间。10分钟后，两人重新回到了这边。叶璎珞走在苏无忌身后，明艳的俏脸带着一抹酡红。深田雪乃迎了上去，碎冰般的眸子映着太阳的光。他轻声说道：无忌再见。苏无忌和他轻轻拥抱了一下。雪乃，记住我给你说的那些话，活出自己来。深田雪乃重重点头，藏起眼底的不舍。看着妹妹和苏无忌拥抱，
叶璎珞微微并了并腿，抬手轻触了一下自己的嘴唇，那儿还残留着这个华夏青年的温度。机场外，一台埃尔法停在路边，一个身穿白色风衣的姑娘静静地坐在车边的轮椅上，腿上盖着一条薄毯。她仰头望着飞上天际的航班，长发被秋风吹乱，秋水般的眸子里还有着一抹难以言说的情绪。临走了，还送了我这么一份大礼。女孩微微攥了攥拳头，有些不甘心地说道：可恶，金融市场偏偏是我没重视的领域。身后的黑西装说道：小姐3家企业已经全部跌停了。这姑娘问道：明天还会跌吗？这不好说。黑西装说道：其实整个东京指数都很好，我们是逆势暴跌，如果引起群体性抛售的话，损失不可想象。姑娘问道：面对这种攻击，我们只能被动挨打吗？黑西装为难地说道：也不是，但如果反击的话，需要海量资金，临时筹措的话有点晚了。这姑娘的眸子里渐渐布满了凝重。这样的对手太可怕了。随后这一抹凝重化为了笑意。但我真的很期待和他的下一次碰撞。飞往华夏的航班，苏无忌和小上人并肩坐在头等舱的第一排。此刻小上人穿着的是一套 JK， 看起来真的像个清纯的东洋在笑声一样。你昨天一整天干嘛去了？苏无忌说道。神神秘秘的做了很多事情。中崎奈美说道。去了那些去世的小师妹们的家里看了看，给他们每家都留下了5万美金。对了，这些钱还是你给我的。苏无忌问道。还做了什么？中崎奈美犹豫了一下，红唇凑近苏无忌的耳边，小声说道：中川叔叔留在东洋本土的几个亲信被我打成了植物人。温热的气息轻轻打在苏无忌的耳朵上，让他有些痒痒的。闻言，他一拍小上人的大腿：可以啊，进步了。拍肯位啊。中崎奈美揉了揉腿，随后说道：我又不傻，既然知道他们要对我不利，就不能留下后患了，不然也是拖了你的后腿。苏无忌深深点头：可以，既然你能有这份心思，我就不担心你去德弗兰西岛会被骗得太惨了。中崎奈美说道：你答应和我一起去了呀？苏无忌看了他一眼：当然一起去，可是我不可能未来每一天都在你身边的。哦，你放心，我现在不会被人骗了。中崎奈美举了举拳头。苏无忌探身到了他耳边，轻声说道：你今天没穿短裤？啊，我明明穿了的。中崎奈美俏脸通红，立刻伸手摸向了腰间，确认了一下，才说道：你骗我。苏无忌觉得有点好笑。你刚还说自己不会被人骗。中崎奈美撅了撅嘴：还不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忘了穿。他自知失言，便紧紧闭上了嘴巴。苏无忌好奇地问道：哪件了？中崎奈美不吭声了，转脸看向窗外，只是耳畔已经变得通红了。这时候空姐送来了一个信封：苏先生，这是起飞前一位男士交给机长的，他说要起飞平稳之后再交给您。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他打开了信封，里面就是一张纸，内容不是手写的英文，而是打印出来的汉字。亲爱的暗影天王，你在东洋的表现让人惊叹，我本想替雷蒙把钱要回来，但和追回那27亿美金相比，考克斯的死对我来说更重要一些，毕竟雷蒙的钱还有很多。
但能把情报局拖入深渊的废物继承人就只有这一个。所以我得感谢你，给雷蒙情报局带来新生。既然是感谢，那么总得表现一点诚意，私下里告诉你几个消息。第一，那2个漂亮的银月杀手虽然还在深田家族的庄园里休整，但清霜未来的处境依然危险。银月内部的内奸或许和杜卡罗之间有着密切的利益往来，这是我猜的，不确定。第二，中崎奈美很好，但别去德弗兰西岛，那儿可不是个好地方，这不是猜的。第三，月影神殿不值得信任，月神还欠我一笔大额咨询费没付。别总是躲在酒吧里醉生梦死了，我很期待和你在黑暗世界的见面。署名是歌者。苏无忌的眉头微微一皱，显然写这封信的人就是金奥利口中的星辰歌者，雷蒙情报局的那位神秘的 S 级调查官。在苏无忌看信的过程中，中崎奈美始终看着窗外，没往信纸上瞥一眼，似乎是非常尊重别人的隐私。然而苏无忌看完了之后，直接把信纸丢给了小上人。这是我能看的吗？中崎奈美愣了愣，随后开始看着信上的内容。当读到不让苏无忌前往德弗兰西岛的时候，他的眼光顿时一明。奇怪，德弗兰西岛也没什么危险呀。中崎奈美说道。苏无忌说道，没有危险是相对于之前的你而言，但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说不上为什么，苏无忌本能地相信这个歌者的话。中崎奈美立刻说道，那你不用陪我回去了，我自己去就可以。苏无忌笑了笑，你看我像怕事的人吗？其实这个 S 级调查官越是这么说，苏无忌就越是想去德弗兰西岛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幺蛾子。自己不公开露面，改头换面，悄悄地去，还不行吗？小上人的大眼睛里立刻盈满了感动。无忌，你真好。苏无忌说道。先不谈这些，你对东洋的局势很熟悉，了解武田羽衣这个人吗？在整个东洋之行里，苏无忌虽然从来没有和武田羽衣打过照面，但却总是觉得很多事情的背后都隐隐有着这个大小姐的影子。尤其是临走之前给自己发的那条闪信，更是表明很多事情都在她的注视之下。听说过好像身体很差，但没见过。中崎奈美说道。但现在武田健太郎被抓，武田风羽已死，领风组就被武田羽衣掌控了，他的其余兄弟姐妹要么被迫远走国外，要么直接被软禁夺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无忌大闹东洋反倒是帮了武田羽衣的忙。轻轻眯了眯眼睛，苏无忌说道，我和这位武田大小姐还不算正面交手过，千羽倒是帮我出了口气，这让我有点期待和她的下一次碰撞了。 JK 小上人攥了攥拳头，无忌加油。就在苏无忌的航班即将落地的时候，东洋的战火却还在延续。领风精密设备公司的生产基地出现了重大变故，变压器厂房发生了爆炸，仓库也燃起大火，价值数亿的货物被付之一炬。没完了是吗？一处花园中，那个坐着轮椅的姑娘终于变了脸色。之前旗下的3家上市公司被大规模做空，全部跌停，都没有让她这么生气。她左手的纤白手指正无意识地摩挲着轮椅扶手，而右手已经把放在膝头的白夜行捏出了褶皱。这就是武田羽衣，她的长发在颈后松松挽起，露出耳垂上2枚黑曜石耳钉，在正午阳光下
泛着刀刃般的冷芒。本来那云淡风轻的俏脸之上，此刻已经满是冷意了。本来如秋水一般的眸子里，更是寒光四射，似乎整个花园的温度都随之下降了好几分。这时候，一名身穿黑西装的手下走了过来，递上了一个平板电脑，面色难看地说道：小姐，事情可能比想象中更加严重一些，东固能源也发生了爆炸，营救不及时，安全部有17名队员被烧死。这些巡逻队员都是领风组的打手出身，平时穿上制服，摇身一变成为上班族，维护厂区的安全。此时平板电脑上正播放着爆炸现场的影像。武田雨衣看着屏幕，眼睛一眯，琥珀色瞳孔随着爆炸画面急剧收缩，气得差点没从轮椅上站起来，心态彻底破了功。真是混蛋，这种人我居然还发消息对他说谢谢，我真想掐死那时候的我自己。一旁的手下见状，知道大小姐已经到了杀气最重的时候了。别看小姐长相乖巧，看似大度宽容，实际上腹黑的要命。自己老爹差点被那华夏年轻人打死，都没能让他掉一滴眼泪。每当他露出这种冷冽的表情，这手下便知道，接下来可能就是血流成河的画面了。大小姐，我们怎么办？暗影天王这么做，明显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手下说道：如果我们不反击的话，会越来越被动的。武田雨衣的声音冷了下去：查清楚是谁放火的，格杀勿论。苏无忌再敢烧领风组的企业，我就炸了他的皇后酒吧。是。黑西装领命出去了。然而半个小时之后，这手下回来了，他的脸色更加难看了。大小姐，由10几名精锐武士组成的调查队半路遭到截杀，全军覆没。对方明显是有心算，无心咱们太被动了。我本以为跟他还能暂时停火几年，现在看来纯粹是我想多了。武田雨衣一把扯开了自己膝盖的薄毯，冷淡地说道：让领风暗卫集合。这手下的眼神猛然一凛，这领风暗卫是大小姐麾下最神秘的武装力量，群体战斗力极强，显然他要对那个华夏青年进行狠辣报复了。10几台越野车从京都郊外的某个庄园开出，直奔武田雨衣所在的花园。这大概有4、5个小时的车程。其实以武田雨衣的习惯，对领风暗卫都是遥控指挥，几乎从不和他们亲自见面。但这一次他竟是要当面亲自部署，明显是被苏无忌这赶尽杀绝的行为气到了。然而这10几台越野车在开上一条乡间公路的时候，却齐齐刹了车。前方的道路已经被挖掘机挖断了，5、6米高的土堆已经挡住了前方的去路，而这一段的道路两侧也都有好几米高的土堆，就像是临时构成了一个断头巷。下车，全员警戒。领风暗卫的队长名叫土屋章，他本能地感觉到情况不妙，立刻开门下车。几十名暗卫纷纷下来，第一时间摆好了防御阵型，长刀已经纷纷拔了出来。可两侧的土堆上开始站上来数十名身穿黑色战斗服的男人，这些男人的手里都端着突击步枪，只是他们似乎并未有立即进攻的意思，而是纷纷看向了前方。土屋章也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向了那个最前方的土堆。此时下午的光从前方照过来，有些刺眼。不知何时，上面出现了一个身穿紫色战斗服的身影，手中拎着一把黑色的细长唐刀。
他站在逆光之中，缓缓转身，拉出长刀，仿若杀戮女神，在面无表情地俯瞰着众生。午后温暖的天光映在细长的刀身上，却产生了肃杀又凛冽的光，让土屋章和其他暗卫瞬间明白什么叫做宿命的绝望。夕阳渐渐落下，武田雨衣仍旧坐在轮椅上，整整一个下午，他始终保持着现在的姿势。终于，当最后一线天光即将消失在地平线的时候，手下才匆匆走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道：大小姐，暗卫找到了全部死光，土屋章也以身殉职。武田雨衣的声音反而已经平静了下来，似乎已经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他说道：现场的战斗痕迹是什么样的？我们查验了现场痕迹，发现所有暗卫全部死于一人之手。这手下说着，眼底已经流露出了无穷的骇然。武田雨衣随之站了起来，这手下立刻说道：大小姐，您的腿医生说过不能强行久站。武田雨衣没理这句话，而是说道：对方来了多少人？根据现场脚印查看，应该来了几十人，但动手的只有一人，皆是一刀毙命。这手下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一人灭了领风暗卫，实力应该处于高级武士里的巅峰呢。武田雨衣直接走回了房间，每一步的裙摆飘荡间都透着强烈的肃杀感。他回到了卧室，直接找出了苏无忌的号码，但并没有立刻拨号，而是陷入了沉思之中。首都的一家咖啡馆，苏无忌此刻正看着对面的娇俏人儿，眼睛里带着笑，笑里都是想念。怎么这样看着我？穆千羽的唇角轻翘，眼光温柔。他的风衣已经脱下，搭在旁边的椅背上，雪纺衬衫的袖子撸到一半，露出了半截藕结一样的小臂，整个人显得干练又温柔，尤其是那足以冠绝灵州的容颜，把整体的吸引力拉升了无数倍。在国外忙得脚不沾地，此刻终于回到了华夏的大地上，再度见到了这曾经和自己相亲的男人。穆大小姐竟是有种强烈的恍惚感，当时还觉得对方是个每天纸醉金迷的纨绔，这才过了多久，双方的关系已然有了质的突破。此刻苏无忌眼睛里的想念与亲切，让穆千羽觉得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的风尘仆仆不仅是值了，甚至得到了翻倍的回报。为了我花了那么多精力，同时狙击了领风组3家上市公司。苏无忌的眸光中透着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温和。你就不怕自己血本无归？苏无忌知道，以穆千羽现有的资金体量，肯定拿不出这么天量的资金，绝对是进行了大规模融资，而且上了大杠杆，这风险太大了。但凡领风组稍有准备，穆大小姐面对的可能都是身负巨债的结局。穆千羽挽了一下耳边的头发，喝了口咖啡，唇角漾出笑容。无忌，你得信得过我的投资能力，本小姐也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呀。话虽如此，可苏无忌却知道，从自己去东洋到穆千羽对领风组开启大规模做空，中间也不过只有短短几天而已。对于一场小型的金融战争而言，这准备时间真的很仓促，其中的巨大风险自不用说。别看穆千羽此刻显得云淡风轻，可他不知道背负了多少个投资人的胆战心惊。而这个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却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笑着说道：有点意思，居然是武田雨衣的电话。
估计要找我来哭穷了。穆千羽抿嘴轻笑，他在东阳这一战，无疑也堵住了国内不少人的嘴。毕竟，身为董事长，长时间不在铃木银行和铃木保险坐镇，已经让某些股东心生不满了。此次从东阳狂战回国，那些股东们自然乐得合不拢嘴了。然而电话刚一接通，苏无忌就感觉到了电话那边的杀气。苏无忌，我在现阶段并未想过和你生死对决，不然不可能放你顺利离开东阳。武田雨衣的声音冷冽，但你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吧？平心而论，这女人的声音还挺好听的。苏无忌微微一笑，不就是股票跌停了吗？这才损失多少啊？接下来还得继续跌呢。今天就气成了这个样子，你明天后天怎么办？这是他第一次跟苏无忌隔空对话，可是这家伙说话怎么那么欠收拾？我的3家上市公司，有2家发生了大爆炸，大火烧死17个人，60名精锐武士竟遭屠戮。武田雨衣深吸了一口气，冷冷说道：苏无忌，我在此向你宣战，你我之间不死不休。苏无忌呵呵一笑，那这不是我干的，你不能赖到我头上。不是你干的。武田雨衣冷笑了2声，华夏男人都像你一样，敢做不敢认吗？苏无忌说道：如果我真的打算对你动手了，就会直接要了你的命，就像跟你老爸那样，拿这些企业开刀不痛不痒的没什么劲。武田雨衣冷笑道：谢谢你提醒了我，我会直接要了你的性命。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神经病！苏无忌说道。他随后把这个号码拉入了黑名单。穆千羽笑眼弯弯地看着苏无忌，是不是有人帮你出气了？苏无忌看着对面这张俏脸，不是你干的吧？当然不是。穆千羽说道。我目前还不适应这样的行事风格。其实正在努力适应中，只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苏无忌说道。我觉得也不是你领风组的仇家那么多，趁机落井下石也是很正常的。穆千羽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眼底有着一抹期待。你在东阳也够辛苦的，咱们在首都休整一夜，明天再回灵州。苏无忌笑道。好啊，正好出去溜达溜达，看看首都的夜景，然后再找个地方住。穆千羽轻轻应声，红晕爬上面庞。这时候，远在东阳，武田雨衣已经重新回到了花园里。心腹手下石野勇人推着轮椅跟在他的后面。其实武田雨衣所居住的地方一直非常隐蔽，很多领风组高层甚至都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了，更别谈找到他的住处了。武田雨衣沉思了许久，随后眺望向华夏的方向，说道：到底是谁干的？石野勇人愣了愣。小姐，不是苏无忌干的吗？武田雨衣摇了摇头，明亮的眸子里有着深邃与悠远。直觉告诉我，这不是他干的。石野勇人相信大小姐的判断，于是分析道：那有可能是我们在东阳的一些死对头，想要趁机重创领风组，说不定就是深田家族。武田雨衣看着从身前几米走过的巡逻队，说道：苏无忌说的没错，如果是他干的，他会来直接要我的命。他的话音尚未落下，夜色之下忽然响起了一道枪声。砰！一名领风组的巡逻武士直接被打爆了脑袋，鲜血混合着脑浆四下溅射，甚至有好几滴已经迸溅到了武田雨衣的风衣之上。石野勇人立刻调转轮椅，推着武田雨衣往房间内
快步走去。小姐就是苏无忌干的，他派狙击手来杀你的。时也有人喊道。武田雨衣什么都没说，表情里也没有任何慌张，只是眸子里的光又阴沉了几分。然而刚刚那一枪只是开始。砰砰砰，紧接着更加密集的枪声随之响起，子弹的火线在这花园里纵横交错，而那些值守的领风族武士们已是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而就在这时候，石野勇人已经把武田雨衣推进了房门，而他在即将迈步进门的时候，身体却狠狠一震，随后他的瞳孔随之一僵，眼球里也立刻布满了浓重的血丝。下一秒，石野勇人就一头栽倒在了旁边的地面上。武田雨衣分明看到这位忠心耿耿的手下后背上已经出现了一个碗口大的血洞了，这是反器材狙击枪造成的伤势。而这时候，远程射击停止，已经有好几十个身穿作战服的男人手持长刀高速冲进了这一片庄园之中。那些从子弹下侥幸逃得一命的领风组成员，在这些长刀面前却没能逃过被收割的命运。武田雨衣见状，美眸一眯，从轮椅扶手里取出了一个对讲机，说道：防御。随着他的话音落下，从这庄园里的各个建筑中冲出了上百名黑衣武士。除了领风暗卫之外，武田雨衣身边始终有一支专属于他的精锐力量在保护着。激烈的绞杀战正在这一片庄园里上演着。武田雨衣回到了房间里，站起身来，揉了一下膝盖，那儿似乎有点疼，让他微微蹙眉。随后他拿起了书架上的那本《白夜行》，在原本放置这本书的地方按了一下，啪嗒一声响，房间中央的一张榻榻米瞬间下陷，打开了一条地下通道。随后武田雨衣把那本《白夜行》翻开，其中的书页居然是从中挖开了一个凹槽，在凹槽里有着一个刀柄。武田雨衣把刀柄拿出来，手腕一震，一把锃亮的长刀便从刀柄中甩出来了。苏无忌，我会报复回来的。武田雨衣的眼眸眯了眯，随后他缓缓走下了地道，那一块榻榻米随之关闭。当他进入地道后的几秒后，十几枚手雷直接被进攻一方一股脑地丢进了这幢建筑里。剧烈的爆炸接连响起，整个房间已是木屑横飞，烟尘弥漫。爆炸过后，那一块用来当做地道门的榻榻米已经被炸出了一个大窟窿，而一道娇俏的紫衣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房间的烟尘之中。他看了看那露出来的地道口，沉思了2秒钟，便一言不发地走了进去。顺着楼梯走下去，下方的通道便呈现在白木哥的眼前。没错，从工厂爆炸到袭杀领风组暗卫，再到此刻直接挖出了武田雨衣的隐蔽老巢，皆是出自东方叶皇之手。此刻白木哥并未立刻深入，而是环顾四周，眸子里全是冷静与警惕。这与其说是地道，不如说是别墅的地下走廊，非常宽敞明亮，有单独的供电和通风系统，和逼仄昏暗这个词完全不沾边。这地下通道是斜斜向上的，白木哥沿着通道走了300多米，便看到了通道尽头的车库。车库一共有3个车位，停着2台库路泽，车库门是打开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未散尽的尾气味道。显然中间那台车刚刚开出去。这车库的位置已经位于庄园外面100多米了，而门外面就是一条笔直的道路，
饶是庄园里面打得不亦乐乎，这通道口也是一片安静，毫无硝烟和尘埃，像是两个世界。在这条道路的尽头，一台越野车正在狂奔，尾灯已经快要看不见了。白木哥并没有贸然追击，而是扭头看了看这通道。他的眸光凛冽，刚刚从通道处走过的每一帧画面开始在脑海里回放。既然这里存在着一扇暗门，那么说不定也存在着其他的隐藏空间。他并不确定刚刚开走的那台越野车是不是调虎离山。来人！他对着衣领上的通讯器说道：给我站了这里！4台车子迅速驶到了这个车库门口，几个身穿黑色战斗服的男人跳下了车，几个人的手里居然都拿着单兵火箭筒。看来今天对付武田雨一，白木哥是真的做足了准备，各种武器齐备，就是奔着赶尽杀绝来的。白木哥拿过单兵火箭筒，扛在肩上，站在车库门口，对着笔直的地下通道直接扣下了扳机。轰！剧烈的火光已然充满了整个通道。身后的几个手下都有些意外，毕竟在以前的行动给里，叶皇大人很少会亲临战斗一线，就算是到了现场，也不会像今天这般如此频繁的出手，哪至于亲自发射 RPG 的。白木哥发射完一枚火箭弹，直接一招手，身后的几名队员依次跟上，继续对着地下通道轰炸。这种剧烈的爆炸，里面就算是真的有暗门藏了人，也基本不可能生还了。炸完了之后，白木哥对着通讯器说道：告诉13-0堵住前面那台车。他早就在外围设了包围圈了。这一次东方叶皇既然已经出手，就没打算小打小闹。武田雨一并没有用调虎离山计，他确实在前面那台狂奔的黑色酷路泽里。他这小半辈子一直隐藏在幕后的阴影里，韬光养晦多年，喜欢谋而后动，一朝出手便是无比漂亮的借刀杀人，直接逼退了枭雄父亲，打散所有兄弟姐妹，毫无阻碍地成为了领风组的继承人。而政坛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接受着领风组的资助，可实际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究竟是听武田健太郎的话，还是听武田雨一的话，还是个未知数。但运筹帷幄的武田雨一这辈子还从未被人逼到这么狼狈的境地里。此刻武田雨一坐在后座，而驾驶座上则是一个浑身笼罩在黑衣里的男人。他穿着一件黑袍，头上戴着一个大大的兜帽，这并非普通的武士或者忍者的装扮，也不是和服的款式。这种衣着在东洋武道界都是极少见到的，倒是有点像西方传说里巫师的打扮。黑衣男人开口问道：你的腿怎么样了？这声音沙哑难听，有点像是锯木头发出的声响。不用久站就没事。武田雨一淡淡的说道：你不需要关心这些，做好我交给你的那些事情就可以了。算无一策的你，竟然能被逼到这种境地，真的出乎我的预料。黑衣男人说道：需要我去解决掉他吗？我给你做了那么多的脏活累活，也不差这一件了。想解决掉这个人，也得知道他在哪里。武田雨一抬眼看了看他，声音变冷了一些。怎么，听起来你好像很有怨气。黑衣男人说道：你对别人都是温柔乖巧，哪怕非常生气，表面上也顶多只是会说一声可恶，可是每次面对我的时候……武田雨一微微眯了一下眼睛。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跟我谈论这些？
山田，我提醒你，不要忘记你和我之间的关系。黑衣男人说道。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不然我又怎么会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坐在这台库路泽上，时刻等着送你逃离。武田雨一，从小到大，只要我活着，永远都是你的影子。武田雨一的声音仍旧清冷。我不喜欢听这些，山田雄也，闭嘴。我爱你，雨一。这个名叫山田雄也的男人很认真地说道。我杀了很多人，但唯独没有对你动过任何杀心。武田雨一的语气无比淡漠，说道。我对你已经很好了，你要知足。山田雄也笑了一下。我真的很知足，因为只有我见过你最真实的一面了。听了这话，武田雨一眸子里的杀机一闪而逝。之前被狙击枪打死的石野永人一直以为自己是最被大小姐所信任的超级心腹，可事实根本不是如此。后面有人追踪。山田雄也说着，把车速骤然提升到了150公里。后面的2台车也跟着提速。紧接着，从前方的路口忽然出现了2台本田轿车，直接朝着武田雨一所在的库路泽狠狠撞了过来。这一刻，山田雄也展现出了超强的车技，开着重心这么高的车子，居然直接一个高速漂移，拐了一个直角弯，险之又险的与那正面撞过来的2台车擦肩而过。库路泽拐弯之后，直接奔向了横滨港方向。武田雨一打了个电话，领风组所有高级武士在横滨集合，今夜是决死之夜，谁敢临阵脱逃，我刀斩无赦。他明明是看似乖巧的坐在后排，还系着安全带，这体态配上那娇俏的容颜，就像是个邻居女孩。可是这话语里的冷意却让人控制不住的猛打寒颤。这时候，武田雨一距离他的秘密住处已经超过20公里了。2架军用运输直升机相继飞来，落在了那一片狼藉的庄园中间。没错，就是军用直升机。舱门打开，白木哥直接迈步而上。而在直升机的机舱里坐着一男一女，以及2个身材高大的保镖。男人穿着黑色西装，但由于过于瘦削，这修身西装穿在他的身上也仍旧显得空阔了一些，竟是昨晚和苏无忌见过面的瑞人亲王。而坐在他旁边的淡颜系少女，竟是穿着一身和自身气质截然相反的深色迷彩服，脚上蹬着作战靴。这是瑞人亲王的亲妹妹，东洋皇室的米子内亲王。白木哥上了直升机，直接对飞行员说道：去横滨。于是2架直升机先后升空，直奔横滨方向。米子内亲王看了看他，说道：叶环姐姐，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你好。这声音柔柔的，让人本能地感觉到如沐春风，一如他平时在公众场合的采访一样。白木哥可没有客气回礼，他的目光在那张年轻甚至显得稍许稚嫩的面庞上停留了几秒钟，又落在对方那明显还没成规模的胸口上，才说道：你成年了吗？米子内亲王不知道叶皇为什么忽然这么问，于是说道：18岁生日已经过了，再过半年就19岁了。白木哥的眼前莫名浮现出了宋之瑜那明媚的笑颜，于是冷冷道：我讨厌18、19岁的。米子顿时懵逼了，他觉得这个叶皇姐姐好没礼貌，但他又觉得对方这不耐烦的样子莫名有点酷，是怎么回事？瑞人亲王说道：
无论是我还是无忌，都没想过，和领风组的决战，居然被叶黄小姐直接推到了今天。白木哥此刻还戴着那轻薄的龟皮面具，面具上面还有着黑色的口罩，只有一双眉眼暴露在外。他听了这话，看了看东阳的未来天皇一眼，道：无忌也是你这东阳病夫能hand的。今天白木哥男女通杀，杀疯了好吗？他不是第一次跟叶黄打交道了，但这次对方的关注点怎么如此奇怪？而且今天他似乎浑身带刺，每一句都充满了攻击性。瑞人咳嗽了2声，斟酌了一下用词，才说道：我昨天晚上和无忌见了一面，一见如故，聊了许久，所以……白木哥看着他，眼睛里的冷淡和漠然让人浑身不舒服。别套近乎，以他的性格，不可能跟你一见如故。瑞人内心还让不让人说话了？旁边的2名皇室保镖都呆了。他们武道天赋卓绝，在少年时就开始为皇室服务，这10几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敢这样对皇子和公主说话。什么东阳病夫，这都快近乎于指着鼻子骂了。瑞人亲王说道：叶黄小姐，今天这一战远超武田羽衣的预料，如果今夜能够让他彻底陨落，那么东阳皇室和清华派系将失去一个心腹大患。不管此事成功与否，我都要感谢叶黄小姐。的确，哪怕武田羽衣算无一策，也没想到会有人这么快地对他下杀手，以至于狼狈到了这种程度。白木哥的目光透过舷窗看着外面的夜色，他没接这句话，而是说道：瑞然，你昨天晚上和无忌见面，其实是想要把你妹妹许给他的吗？耶，哈哈。饶是很有脑子的瑞人亲王，此刻都完全看不透白木哥的心情了。怎么和他对话的时候，总是找不到他下一句的逻辑关系？再度斟酌了一下用词，瑞人觉得还是说实话比较好，于是说道：叶黄小姐，当着你的面，我也不想有什么隐藏，我身体不好，想要给妹妹找个依靠，起码目前没有人比无忌更加合适了。他是个好人，弥子也是天生善良，他们其实是有些般配的。白木哥忽然转过脸，冰寒目光陡然落在兄妹俩的身上。这一刻，似乎机舱里的温度都下降了好几分，而弥子内亲王甚至直接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哆嗦，盯着2位皇室继承人看了看。白木哥红唇轻启，每一个音节都冰冷入骨。我最近的心情不太好，所以你们要是再敢打他的主意，我不介意现在就让东阳皇室绝了后。